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宿舍不熄灯、母带直出版等更多精彩衍生。欢迎新朋友，请进，噔噔。哦，哎哇，为什么这里面这么凉快啊？很凉快，很舒服，这里确实还行，是不是？嗯。欢迎来到我们的宿舍。哇，好凉快！来吧，同学，这是您的鞋，对，还有专属的来定制您的鞋。和我的裤子。这个是我的鞋，对，跟你这个。那我们的鞋子放在哪里呢？丢这里面就行。我一个人占2个位。可以的。哇，今天的管家是谭健次哦，大哥是管家呀，回来就做管家，真好。哎呦，欢迎来到，哎呀，直播中啊！直播中啊，朋友们，我先带刘宇参观一下吧，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宿舍啊。不知道大哥今天安排什么菜啊？我沙拉。不会吧？今天全是减脂餐吗？沙拉。真的是减脂餐，全减脂餐。哎，真的。有可能。然后这边是厨房啊，真的有人在这做过吗？当然，基本上都会，每次都会在这做一。就是会做饭的人会做。对，是的。然后，健身房。你看这个特别可爱，这里是先可以打乒乓，然后把它拆掉之后，它是个台球桌，对，台球。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这泡脚。哦，老舒服了。然后那还有一个小秋千。哦，就是我们有2层院子，这个院子就是在这棵树底下，就很舒服。哇，很好哈。好，太好了。你就真的家这样都是太好了。是啊，我们是住在这儿。我们录完了，第2天还有录制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儿。特别是第2天如果有录制的时候。嗯。然后我带你看一下这边。好。啊，真的。当然了。在说什么？养得好，养得好。哇。湖景。很美好哈。美。晚上我们有一个环节是1对1，就是有2个人可以坐在这聊天，聊10分钟。不是，规定的，大家推出2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故意整别人，谁尬就是那种互相不认识的。哇，好精彩吧？就在这尬聊10分钟，然后哀人地狱。对。哎，关上别把冷气放跑了。这里是我们的小健身角落，然后有时候白天起来我们就在，早上起来我们在这，然后楼上带你上去看，走。这里也很舒服，这是我们一个可以录播客的地方，然后也可以。那个哀人可以在这躲一躲，然后这个是可以按摩的。哦，哀人的天堂，哀人小角落，前一秒地狱，后面天堂。这边就精彩了。噔噔，这是什么？宿舍区。哦，你们平常住这儿？嗯。完完全全是那种就是标准级的对住宿空间。但是我们这是2人间啊，但我们一般是住这间。这是5人间，对，泽林的、我的、大哥的，然后或者弟弟回来啊，然后那是迪哥的，那是丁程鑫的，小新的，对，我们就是晚上能睡得着，就是聊天了，对呀，但是所以开心啊，然后晚上把这进去一车就是我们的小天地，还有一个给你看啊，丁程鑫的天堂，定制，麻将，哇，我以为是电动的。电动目前还没有解决，电动也可以，但快了，他们快了，我觉得他们快了。哎，到了我们的宿舍，一起吃晚饭。谁来了？有人来了吗？那是谁？是帅哥。是帅哥来了吗？是帅哥。Hello， 你太棒了，就等你了，对，就等我了吗？总共3个人。弹幕呼唤他的人多吗？啊？弹幕呼唤他的人多吗？太多了，全是。准确的来说，基本上满屏都是。满屏都是啊。好了，确实好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谁来啦？志胜来了，志胜。Hello， 欢迎我来了，大哥。哇，我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等一下，啊，真的在直播。我知道，我这回我长记性了，这回知道了啊我长记性了。此时此刻在直播刚才对啊，啊！这一趴不是录播吗？以后我听到直播2个字都有阴影。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哎，对，往里坐呀。往里坐，放松。哎，你回来了呀！来啦，Hello。哎呀，丁少回来了，丁少。匆匆走过，匆匆走过。怎么突然跳这句了？今天没跳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所以今天大哥娘排是吃啥？我们看都是一些沙拉呀，不会吧？对啊，没了，就那些啊。对啊，啊，就那些吗？啊，这是您准备的减脂餐。哪个弹幕上打起来，那个大哥抠门。我特意晚饭没吃过来感受感受。今天我们不是要准备点特别的嘛，所以就给大家准备点沙拉。特别吗？不特别吗？特别难吃。多特别呀！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轻食。刚才录制过程当中，我都没放开吃，想着待会儿大哥安排肯定是好吃的。不能吧？真的吃轻食啊！要有点特别的体验。我在直播过程当中我就说大哥安排的好。哎，这会儿我真的要催一下那个迪哥他们了。 Hello， 到了。说迪哥到。 Hello， 迪哥。网友们，亲爱的网友们 ，Hello。哎，迪哥，你猜一下，就是大哥上一集给我们准备了烧烤，对不对？你现在不要回头看餐桌，你猜一猜。这次你看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烧烤，又是烧烤。我又准备烧，我太没有新意了。螺蛳粉，不是，确实很有新意哦。你没发现刘宇第一次来脸色不是很好看吗？不想吃那种吗？怎么会？我觉得每一个艺人都会很爱吃的东西。健身餐啊？不会是健身餐吧？怎么会是你去看？你看一下，每个艺人都爱吃的沙拉那些吗？是你们那种艺人爱吃的。迪哥顿顿要吃大肘子的。我跟徐志胜应该不爱吃这个，我俩连医美都不做，我俩来这吃健身餐，我饭都没吃，是不是很健康？直播。好棒的。其实有时候也要吃点这种健康食物。坚果都比那好吃。妍来了，来了，耶！我来啦！水晴来了。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在直播的朋友们。嗨！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啦，我们马上呢也要去吃一口饭啦，吃健身餐啦！直播完了是不是？我点外卖了。不行！啊，还在播啊？开玩笑的，爱健身。完了，回酒店吧，回酒店。好，我真有一个排骨，我朋友今天做的，待会儿把热了吃了。哦，专门拿过来了咖喱排骨我就感觉到今天有点问题。谁告诉你有问题？首先，你说你的主题是什么？你今天的主题？我今天的主题是折磨我们。每个人现在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一个现代的恐惧症，就比如说素食恐惧症，对素食恐惧症，康餐恐惧症，比如说语音来电恐惧症，哎，有，比如说黄昏恐惧症。哦，大家可以写下自己的恐惧症。哦，写在哪里啊？写在这个菜上面吗？在门口写完放进去就行。然后写完就投进去应该。我一定要写一个谁也猜不出来的。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吐槽完了，临时改的吗？吐槽完了改。
哎，那吃的是啥？就吃健康餐呀？不是吧？啊，有了，趁他们刚好出去，一会儿回来大便这样。哇哦，还有串儿啊！哎，只是给直播做样的，只是为了直播。我刚才给大家点的外卖过来到了哈。这些有什么玄机吗？这些没玄机啊，我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一吃全是豆腐做的素肉，都是素的，对。不，这都是你们的幻觉。Falling into your， 你会打乒乓球吗？弟弟，哥哥比你多虚长多少岁？这年没干别的，就打乒乓球了。你知道许昕是谁吧？你的师傅。败将。哦。不好意思，这个没适应坐姿的弹性。OK， 来，你发一个，发一个吧。适应了吗？来，快！没适应坐姿的弹性。可以呀，小丁。黑板是吧？想旋是吧？来，可爱三你这个。哎，不好意思。哎，有点。你要削我。这么明显的削。哦，可以呀。什么？哎呀！救救我！你爱好挺广泛呀，丁。而且全撞我枪口上，你的爱好。全撞你这枪口上，啥枪啊？你这个是散弹枪，你这是散弹枪，我可不信。你这是玩具水枪。没看出我的才华吧？我来吧，你不好发。你是畏惧我的发球是吧？哎呦我的！哎呦，你这个发的是什么球啊？刚刚是用腰带动的，你发现了没？哎呦，厉害的！哎呦，厉害的！哎呦，不好切啊！哦，这时候摆手，你这发球就必须摆手啊！这发球摆手，给你摆手。抱歉。哎呦，你这摆什么手？你这，还敢发这么低？这个要抱歉一下。举手不是抱歉，是哥们儿，你还得练。不玩了，吃饭了。走了。来，不玩了，吃饭了，快走。我先炒菜了啊！哎呀，小炒黄牛肉这个经典的湘菜，还得是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它能锁住牛肉的鲜嫩，也能激发辣椒的香味，不愧是中国菜籽油销量第1的品牌。大家入座吧。来，哇，看着不错，好吃，很香。我们有个仪式叫干杯仪式，来1、2、3，耶，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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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哥回来，耶！干杯！干杯！干杯！你看他最帅的一下，不是这样的，它可以直接转回去。来，我来帮你，别动。
1、2、3，走！干杯！业务太生疏了，要不要再来一条？不用再来一条，这条很完美。就得要这个，就得要这个。可以的。 OK 了，我都忘了怎么玩了这个。吃吧，吃饭啦！哇，看着不错。朋友们，这个翅尖好好吃啊，小翅尖儿。好吃，好吃。哇，这现烤的绝了。这样好吃。哦，哦，烤的好好吃啊！谢谢管家。所有人都在指着肉，这个肉好吃，那个肉好吃。要开始不铺垫这一下，你们肯定不会吃的这么嗨。我觉得大哥真的好会。突然吃出了一种珍惜的感觉，不知道为啥。对，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对，如果还是烧烤的话，大家会说，哎，怎么这次又是烧烤？对，但如果前面有这个再一吃，烧烤太棒了，好厉害呀！烧烤太棒了，大哥。欲擒故纵，想吃淀粉肠，有吗？如果有的话，太好了，淀粉肠。我去看一下。你要啥？淀粉肠，我觉得应该没有。哇，说什么来什么，我的天哪！哦，这碳水，这碳水，哎，快！我都惊呆了。哇，这种的，你看它能这样一，点肉没有那种。能这样的。哇，绝了！谢谢大哥。哎，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拍的那个下发件，我们都拿了。都拿了啊？你看有人拍了吗？目前为止，因为原本以为是不是健身餐之夜，现在有了肉，没有人催你。但不排除有一些是恶意按哈，像我当管家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还在吃饭就按了一。但迪哥，你一直是所有的，不管是宿舍的住户还是观众们，都最爱的管家之一，对。看到没？看到什么？没人说话呢。主要不知道你让我们看到啥，看到网友的评价没？这个炒面看着就是很厉害的样子。朋友们，是我夹一块，我也不敢多吃。啊，可以。刚才我那锅够深，刚才已经。你们要吃炒方便面吗？我待会儿过去夹，我要吃。我不吃了。哇，我好不自律啊！我还是组织吃沙的人，然后我自己在那吃炒方便面。我是到2个月前我才知道，就是晚上吃咸了，第2天怎么消肿？怎么消肿？怎么消肿？喝柠檬水，因为柠檬水是降钠的。那我可有学问了，我跟你说，是不是？你下次这么试，乌龙茶加柠檬水加抹茶再加海盐，你试一下。对，直接把体内的盐分抽干，再加点咖啡，加点咖啡。拉肚子了吧？干嘛的？不能够，不能够。用来干嘛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摇一下，然后喝掉，一杯消肿，老快了。我得记一下，抹茶是那个抹茶粉吗？对，抹茶粉，然后什么东西？乌龙茶。乌龙茶。对，刘宇说这个，我说这个好像还有什么？牛奶。牛奶。海盐。海盐。那柠檬，对柠檬。开始学习。对。刘宇说这个很有说服力，我觉得刘宇说这个有说服力。对，我说这个好像有点苍白。我们这里有人不吃补剂的吗？营养这事儿不吃吧？我也不吃。我们俩啥都不吃。咱俩是不是就是抠啊？我再吃了，我最近吃了些氨糖。那你就是吃啊，补氨糖那肯定算吃啊。对呀。那个膝盖。但如果你越来越多的运动，你肯定要去摄入一些的。我发现了，得摄入点。我最近才开始吃。哎，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长个的方法？哎，有，拉伸长个子。拉伸是真的，拉伸。别人说拽单杠就一直吊着，这个很好，因为他们说人类的脊椎其实承担了很多的压力。是。你要让脊椎放松，其实只是吊在单杠上，让脊椎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听说最近大家都开始注重养生了哦。你们听说过朋克养生吗？
比如哪些是算朋克养生啊？现在此刻就是朋克养生。我感觉到朋克了，养生在吃减脂餐，然后吃烧烤啊。熬夜到5点吃护肝片。但现在很多人都会啊。熬最晚的夜，吃最多的、最贵的药。补剂什么辅酶 Q10啊，必须来2颗。我原来其实没怎么吃过补剂，但因为何老师的补剂好多都给我吃。对，都是什么煲仔饭这些吗？煲仔饭。对，不是吃那个补剂，你的胃口大开，精神非常好。山楂丸是吗？给你几颗山楂丸。我最近最朋克养生的就是我上部戏，不是因为每天拍的收工很晚很累嘛，然后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就说你得泡脚啊。哦，那我就泡一个吧。我专门买了桶，然后他们还送了我好多那种中药。对，中药材泡在水里，哎，泡脚。当我每天回到家以后，都已经凌晨4点了，然后我就凌晨4点泡脚。熬夜泡脚，我只有那个时间可以泡啊，然后我就凌晨3、4点泡脚，牺牲睡眠时间泡脚。对，哎，能不能跟我有没有长个儿的方法？哎，有。他们说宇航员从太空回来就会长高2公分到3公分，去太空就好了。这么简单？好简单啊！去2趟太空啊，就是4公分。如果有机会上太空，你想吗？我害怕这种，我也有点害怕，有点去海底似的，是吧？有点害怕。我觉得好，就是我连看那种很深的那种海，我直接鸡皮疙瘩全部起来。很难共情，因为游泳池我也怕，我是纯怕水。也太，你就别说游泳池了，我跟他有一次游泳，那叫游泳池，那就不叫游泳池，就是那种。就是差不多从这儿到这儿吧的一种浴缸，然后深度大概1.3米左右。浴缸吗？也不是浴缸吧，老铁。他进去，不行，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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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那好深呐！真的吗？对啊，我怕水。那你洗澡怕吗？洗澡倒不真。你开那个水龙头，我靠！哎！怎么不怕？他用那个湿纸巾都怕。他流过泪都恐惧啊！太逗了。咱们朋克归朋克，但是得讲科学。怎么说？就比如说，咱们大家很多人都担心的毛发健康问题，就能用科学的方法搞幸福。哎，你上次不是给我们推荐了？对啊，微信搜索“雍和毛发健康智能体”小程序，拍上照，脱发等级、毛囊状态、油脂情况一目了然。你上次说完之后，我真的就去测了一下，我的脱发等级0级，还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个新型发际线，它会根据你的脸型1对1匹配适合你的美学发际线。你看，拿这个科学测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是，只需要微信直接搜索“雍和毛发健康智能体”小程序就可以了。对，大家可以试一试哦。对，大家也可以试一下。不错不错，谢谢你们的推荐。那我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好，叫匿名问答。就红温那个吗？不是，你别什么都往红温。上来就红温呢。这是温馨的。啊，温馨的。不，其实它是因为是匿名问答，也可以那个。你也可以弄红温，也可以红温哈。你就是你想问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个问题，你不要写落款是谁，你写完之后就盖着，然后抽到了谁，问的是谁，那个人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也可以猜一下是谁问的他，也可以不揭晓，也可以揭晓。这个匿名问答也蛮难的，不知道问啥。因为点名道姓的问哈。对，不然就不知道，没办法认领呀。这是要红温的吗？不用。我图我自己我问杨迪，你觉得徐志胜真的搞笑吗？我自己。然后我装作谁呀？恶意让我自己。这个狠不狠？这个太狠了，你怎么回答呢？我说写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是觉得他不好笑才这么问。这个游戏是不是这么玩的？问自己，然后你觉得杨迪有意思吗？是这种吗？我问自己，我说有。问得好，自己宣传自己哈。我写完了。啊？你也写完了吧？写完了。啊，我还没写。快，就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题，不用特别严重，朋友们。
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是好奇的也行，或者用，也可以问那些和他无关的问题，让他答也行吧。哦，就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哦，比如说我问一下张元奇，就是杨迪和徐志胜谁好笑？张元奇这个还用回答吗？他肯定会说我哈。张元奇，徐志胜的笑也很有威胁。徐志胜，来，不用问，你先答。对，我俩现在就问，你现在就答，我俩现在就想知道。我俩现在就想知道。其实淀粉肠真的还是要考到这个程度哈。别装傻啊！不，答。你写好了吗？我先帮大家都收起来。来，管家。来，管家，谢谢。哦，掉了。我来洗一下。来喽！来喽！管家来喽！哎，翻多了。To J 是谁啊？丁 J 诚信 J。问丁诚心，最近最开心的事是？啊，好温柔的问题。最近最开心的事吗？最近最开心的事儿，你想一想，去哪儿玩啦，还是什么的？我最近最开心的事儿应该是，就昨天吧。昨天坐飞机的时候，怎么呢？就坐飞机的时候，本来还就是心情还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当飞机一起飞到天上的时候，我望向窗边，发现窗边就一片夕阳，我说哇，好美，我就特别开心。昨天真的很好看。哎呀，那太美了，那确实美。被美景治愈了。从哪儿飞过来的？昨天就是从北京到那个长沙，而且还在下雨吧？本来。但是你一上去就是地面还在下雨，你飞到天上之后就变成。而且那个虽然打雷很恐怖啊，但是好看啊，那个闪电。明白。你看看迪哥的表情，这应该是我最近听到最恐怖的事情。迪哥又会在飞机上救我！我没见过红色的闪电，唰，布满天空。我是在那个高速路上，那个闪电铺满整个天，然后红色的，哇，好好看。我没见过这种闪电，好漂亮。哇，好，下一题。迪哥。谁问我？谁问迪哥？录了这么多综艺，哪一个最一般？最一般？我好刁钻啊！我以为哪个最好，我说别说好溜宿舍什么的。我好刁钻啊！是不是你自己想说是不是啊？你说呗，没事。啊，自己问了是吧？想说很久了是吧？迪哥有一个节目一直想说，没找到机会，今天自己问自己了。最一般。哎，迪哥，我都知道答案。不，你想的是哪一个啊？你想的是哪一个？对，我心里也有一个迪哥心里的一个。对，迪哥最一般，就是现在最一般。其实我们以前录过的那种节目，其实因为我喜欢真实，就真一点更好一点。在那个也不能说那个节目假，它就是圆不过去了，好难，这种好难。那节目也是类似于野外探险，但其实没有那么野外，所以它其实没有那种危险性。农家乐里啊，没有农家乐，就是录着，就是我们要去探。你别说这是我的岛啊，不是。就是丛林探险，录着还是要停一下，能听到旁边公路上摩托车开过的声音，收音会杂，就根本不在丛林里面，属于那种啊。然后我终于看到树林里面有一个人，他抓着一只那种巨蜥，啊。然后我一看，我说谁啊？他一看到我，他就狂跑。我以为是那种偷猎者，我就怎么跑都追不上他，他就一直跑。后来他们跟我说。那个是穿帮了，说当那个巨蜥是我们下一个环节，我们要在做任务。那个巨蜥在巨蜥嘴里面拿钥匙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呢，他说，但是别穿帮了，我们有摄像头。
他一看到镜头过来他就跑，他一跑我就追，我越追他越跑。然后我以为我说这场戏很精彩哦，有个偷猎者，我追他。后来他们说比我播也播不了，他也穿帮了。反正整个很荒诞，整个所有的设计都比较，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经历什么历险，我怀着去探险的心，结果发现都有很多那个设计的东西。辛苦啦。没事没事，早期嘛，早期条件有限，也只能这样子了。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可以，这个题是谁出的？我觉得可以加分。谁出的？算了。不，谁出的嘛？没事，其实挺好的。我正好表达了一下心中意见。谁出的？反正不是我出的。我出的。好，打死你！好，打死你！找到了。你还真的过来？你赶紧把他当那个巨蜥。给你5秒跑的时间。偷猎者。真的好笑。下一题，吴泽林，你和何老师、韩哥搭档，和谁更默契？比我那还难答，比我那还难答。这个其实甚至比这事儿和迪哥谁幽默都，其实不难答，朋友们。哦，都一般，一般人都搭档不了。没有解释，下一题。不要解释。谁说的都一般。吴哲林，不是我问是谁说的，不可能是他说的吧？就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吧？他说的。有解释的，不是你得听完呀，何老师。没有解释，不用解释了。下一题。不是你得听完呀，何老师，你得听完呀。听不完。我麦有问题，我现在要回北京调整。我也觉得我麦有问题。这样说我没事，哲理，我现在就给韩哥也说一声。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好，下一道题。不给解释，对。不给解释。下一题了。不是，都一般，都一般人都搭档不了的哎呀，所以我能搭上，我觉得应该是都很默契，而且不是我跟他们搭档很默契，是他们跟谁搭档都会很默契啊。哇，好，就不要这还要剪掉，不要。哇，答得好。好问题。谁问的？谁问的？我特别。下一个，兔至上。哦，你身上不为人知的闪光点是什么？不为人知的，那说明他不闪光呀。不为人知的，在这儿，这最光，这个地方确实现在闪光的。如果摘下，我不为人知的闪光，该展露的都展露完了。对，我现在最担心其实可能就是安静吧，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我安静的时候，但我确实在家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可能这一点儿。但你不能自己跟自己说话吧？我不，这也太吵了，我的。有的时候家里有别人在的情况下也很安静，是这个意思吧？那多没礼貌呀！我说迪哥，你来我家玩呀。你私下就是这样的。我私下里就因为我自己在家，我平常就是喝茶、看书、看电视剧，然后我就一天基本上一句话不讲。所以你指的闪光点其实是你静得下来。对，我静，就是我在家待着，我不一点也不焦虑，我很享受。可以做节目的时候很热闹，然后很有爆点，但是也可以安静的下来，有动有静。算闪光点吗？当然算，当然算。我觉得能够静下心来是很厉害的。对。
现在接下来又少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张光良，又被人知人。兔大哥，最近一次喝醉是因为什么？好细，问的。哇，是因为喝多了？不是，所以醉了。我没有，我还真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可能过于疲劳，然后一直有那个荨麻疹，然后就一直没喝酒。然后我杀青了之后，然后前段时间就在前几天喝醉了一次，大醉。那天就想喝醉吗？不是，那天我跟导演在聊角色，聊着聊着聊嗨了就喝醉了，就直接就躺了。后面聊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就那一次喝醉。他喝多一点就是睡，对，睡过去了。然后过一会儿醒了就跟没事一样。对，又接着可以聊。来下一个，来，哎呦，大哥，如果未来你只能做一个职业，你选歌手还是演员？我应该会选演员啊哈，对，演员，歌手得有这个体能才行。我现在其实已经做歌手的频率没有做演员的时间多了。对，歌手尤其到了现在奔4这个年纪，很难，很累了。对，在做歌手，就是要拼体力的时候，拼机能的时候。演唱会那些累得很，是不是啊？对，纯唱嘛，不跳嘛。这也有机能的，但是、OK 但是我觉得唱歌它也是要基本功，每天都要练的。但我可能自己的脑子现在会更专注在演戏上。对，其实能有一个能专注的喜欢的就已经很不容易。对，我觉得在歌手的那个部分，你自己决定的东西要更多，所以你会更谨慎。是。小雨现在开演唱会，你需要调理吃啊、休息啊这些要很久吗？我刚开始开的时候会，但是现在完全不会。现在就是要保持快乐，我认为在台上才是快乐的。耶！哇哦！而且你说我演唱会一共30首歌，我20多首都是唱跳。哇，对那你真的好厉害。然后还连开。太猛了，老铁！你不咋流汗哈？流啊！我的台上最什么东西光都不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鼓风机。这个我知道。光都可以没有吗？我有一天看到他，就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在舞台上，那种全装，你知道吗？特别隆重的那种妆容，但是场馆可以开空调吗？我以为我看错了，特别精致的一个古装。你们是不是？场馆。哦，对，就前几天，是不是？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刘宇他每次的舞台对待都非常的认真，你知道从哪儿看出来吗？我们有一次就是旅发演唱会的时候，然后他当时穿的有一个衣服，就是身上有很多那种钻，你知道吗？然后他唱完之后，就是我上去串场，一地钻，嘎嘎跳。特别使劲甩老远了，就是我们那个串场口走到台中还有一段距离，他在那个台中已经甩到那儿了的那种。吴泽林本来想帮你剪的，剪不过来，真剪不了太多了。我从那个串场口上去，我一看那个，我说我先帮他揣着吧。然后当时跟梦辰姐一起上去，他也捡到一个，然后他也揣起来。后来一地，我说算了。那不是刘宇掉的钻，那是他的来时路。我们知道刘宇去哪儿了，我们知道他去哪儿了，跟着钻走。而且他又很多鼓风机，然后他衣服上有很多纱。我有一次看到他，就那纱糊了有6层，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黑的1层、2层、3层，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剥开。因为那个风不听话，然后但是他眼神的戏完全没有，太好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挺尴尬的，因为你要保持一个还在演的状态，但是你这杀过去，你也不能很尴尬说，咦，怎么这样？对，专门吹的，因为我经常看到刘宇的舞台，我说他老在户外开哈，原来是自己吹的鼓。我说他每次都找个那江边河边吗？海哪儿啊？江边河边悬崖边，峡谷只在峡谷中间开。兔延安，兔延安，什么时候真的开心？我天哪！
什么时候真的开心？别假笑了，快点。什么时候真的开心？我开心都是真的，我开心是，我昨天很开心。今天怎么你了？今天录节目，今天录一天怎么你了？我看你我有点难过。别这样，别这样，我心疼。我家里人已经放下这个了。没有，因为我昨天是我们因为台风嘛，然后就是昨天是从杭州开车过来的。啊，妈呀！哦，有点远吧？一共充了3回电，11个小时。那为什么会开心呢？因为我才考出来驾照。哦，你开自己开？我自己开。你开了的？我开了的。开了11个小时。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我们2个轮班，有陪同可以的，有那个1年3年上的司机陪同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这个体验很哦，这个体验很好哎，很好。然后就是为了过来录制嘛。然后我就想着能见到大家，我觉得很开心。谢谢妍，除了你，不是。可以，来下一题。兔杨迪。哦，我的天哪！我不想再回答了。这自己写的也好好啊。我来看一下。别让他们看我们好六团这种一下就能认出来。对，你怕什么怕？不是我写的。你真正难过的时候是怎么自愈的？哦，真正难过啊！但我真的很快，说实话，一个电影就能治愈我。哦，我觉得电影它真的是感觉进入人家的一个人生，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它真的会鼓励到我，所以我很喜欢看那种好人有好报的那种电影，或者最后结局是比较正能量的，真的。Happy ending。Happy ending 啊！像有一个电影就那一年真的大拯救我，《白日梦想家》。哇！对。哇！那个电影非常的治愈我，因为那年就工作上遇到一些不由自己控制的一些事情，感觉你的工作都任由人家来那个怎么安排，都只能听人家的那种安排嘛。但那一刻就看了《白日梦想家》，发现还是有很多时候燃起斗志和希望的。嗯。哎，确实，我就感觉有些电影它是在潜移默化里面影响你的那种。对对对，会影响。好多书也是这种。我现在感觉我那会儿选择就是其他就业方向，就是能想起之前看过一部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录取通知》。没有，就他们自己开了个大学。他自己办了个假的大学。对，办了个假的大学。他没考上大学。我看过那个。叫录取通知啊！叫录取通知啊！我怎么记得叫什么什么学校呢？我在短视频上看到，看过6分钟那种。对，我也刷到过。这个男孩叫小帅。哦，主演是那小帅和小美。对。办了个，回去看一下录取通知。那为啥你当时会被这个电影激励到呢？不是，就是感觉他们，就是你正常人的思维，你能想象到吗？他没有被自己的大学录取到，于是自己办了一个大学，就是，然后后来还招了很多学生，一大堆的学生，最后这个学校合法了，哇，就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了的那种感觉。对，这是真实故事改编吗？不，就有可能真的能发生。就是干了一件比那个考上大学还厉害的事情。对，还有那种电影，就是其实有，比如说那个事情当年真的是现实发生过，已经是一个悲剧了，但是他通过电影的方式改写了那个事情本来的结局。我看到这种也很，就在电影里面，另外有一个更圆满的，对圆满的结局这种。没了哦，那这多收了一。结束了。有泽林，别搞了。减碳水要到哪一天多瘦才满意？多瘦才满意，其实就差5斤左右。因为不是我最近有一个秤，那个秤就是体脂秤，对，体脂秤，它会就是根据你现在的体型，然后来帮你就是分析出一个你差不多就是到这个程度。你就不能再往下减你的体脂了，或者是怎么样，就会不健康，然后就到那个程度差不多，就还差5斤左右。5斤，可以。兔何老师，给你1天休息时间，你会干什么？哇，这是何老师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个何老师真的有点难。
确实是不知道干嘛。如果我目前的安排的是这样的，就是就没什么可做的，就早上，我现在一般9点多钟能醒，醒了之后呢，先简单吃点东西，我就会收拾房间，然后我会再睡一下，或者吃完午饭再睡一下，然后2点钟我是肯定要上健身课，上完健身课之后呢，稍微洗一下，然后休整一下，就约朋友吃饭，或者之前我可能会看个电影，然后约朋友吃饭。吃完饭发一会儿饭晕，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接着到了9点左右，就开始玩血染钟楼。哇，具体的行程，具体到连澡什么时候洗，这一玩，天就亮了。没有，就2、3把就撤了。对，2、3把就撤了。这个行程就是泽林经常在查。对，这是我目前的对，但是要想象到新的安排，我就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里面会有几个问题是，比如说渲染，你必须有足够的朋友在。对。如果或者比如这个电影，如果最近没有新的朋友的电影或者新的电影上，就会没有这个行程。健身是可能就是唯一的这一天的行程了。那平时我真能在房间里面一直待着，没地方或者也不想去别的地方。我现在觉得就是如果给我一天休息，我真的特别想在家里打扫卫生。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要去规划、布置，感觉已经不行了，是连锁，感觉他们不认识我了。对，头一天就那种头一天，因为这个是连锁，他们不认识我。对，头一天打扫，头一天血染完，第2天一定要打扫。这个过程很疗愈的，对啊。是的，我超级喜欢打扫卫生的。人来的太多了，确实得打扫。而且我现在最喜欢打扫那个卫生间。刷马桶吗？对，我觉得很疗愈。对，因为其他的工作都是可能，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就弄一下，你就，比如说换个水，然后桌子擦一擦，扔垃圾。但是就是马桶是得自己刷的。就打扫卫生确实很解压。对。而且马桶刷完贼有成就感。哎，对。而且你觉得你克服了一个你以前特别不愿意干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以前我就是对刷马桶这个事情，你就觉得有心理上的那种抗拒。但我从那个啥开始，我就便秘，不是，你又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闪光点。还这个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个优点是刷马桶刷的感觉，就是你突然之间有一次就是。你是把那个买的那种就是一次性的那种东西，然后你把整个马桶里里外外的，然后用湿巾啊啥的擦的锃光瓦亮，哇！我上厕所都想出去上。真的就是你不忍心在那里上厕所，你觉得他比我干净，你知道那种感觉。哎，我跟你刚好相反啊，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比如说大家走了之后，我还没有困，我就会把那个客位把它弄干净，因为我觉得心里踏实，弄干净，然后我再洗澡睡觉，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不是都会先上个厕所吗？我一定要去客位上，你自己打扫的，就昨天晚上刷干净的，一定要自己要先享受。哦，我要第一个先用。哎，我是有那种，就是我最近不是也才刚搬进去嘛，然后我对厨房本身就很感兴趣，然后每次就水池里面的那种辣椒啊，然后那种米啊，给它抠干净，然后用就是抹布把那个水全部擦干净之后，我会停在那儿看一会儿，欣赏做。对，就先看一会儿，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看里面，往洞里看，不看那么深。这么说吧，我就打扫完之后，我做饭都想出去做。咱俩碰上了。大哥，你家是东西摆外面，还是全部囤积就收起来？就是收起来。我也是，我就有人是喜欢东西一定要放到手能拿到的地方。对。就是，比如说你的衣服是搭在比如说沙发上，还是一定要挂起来？挂起来。我也是。就是何老师家，你会发现他是整洁到那种，因为有的人他是那种，你看外边什么都没有，然后一打开房间门，那个衣服要倒下来砸到你身上。但何老师家是那种，就是你看外边就是没有很多东西陈列在外边，但是进去每个东西也是那种
这样找东西方便，对，就是哎，我也是，我有强迫症，好像这方面就轻度的吧，就是有时候家里的衣服鞋，有时候如果我真的要去打扫，我可能他们之间放的间距都是要。那你确实有点强迫症。对，就不然就会觉得。但你东西在哪儿收在哪儿都知道哈，东西哪儿在。我自己收的，剪刀啊什么这种小物件，而且我都会归位。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活的其实很累？有什么累的？找不到的时候才累。有朋友在我们家，他问我你家有剪刀吗？我说那个第2个柜子这个缝隙里面，他们很震惊，他们说我们能马上说出。我也是，我最理想状态就是家里所有东西，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所有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也是知道在哪儿。这就是你最舒服的方式。对，有的人会觉得不会，我感觉所有人都希望跟你一起生活，因为你就收到对啊。但有的人就觉得生活就是要按照自己舒服随性，就得。那这就是你最舒服的方式。对。而且随性到后边，他就随性那一下舒服，对，这接着很难。后边闹心死了。行 ，OK， 那外面玩那个平衡游戏就行。看一下外面的温度，来的时候好热，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一直在这待着也不舒服，我看看外面怎么样。特别是到了这儿，不知道为什么是凉快的。行，但怕有蚊子。那没事儿。今天我们化妆间进了一只马蜂，真假？我们那屋进了一只巨大的马蜂，大家说马蜂，满屋大老爷们，最后是白姐徒手拿着一张卫生纸给抓走了。我还被蛰过，我不行，我不能接受，就是那种毛茸茸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仓鼠那种。对。仓鼠你可以吗，大哥？不行。也仓鼠也不那个荷兰猪呢？不行，就只要长那样的都不行。不喜欢那个东西。那个叫什么龙猫啊？龙猫也不行。我就鼠科的都不，袋鼠都不行。袋鼠都不行吗？袋鼠都不行。这种这个都不行。但我能理解，因为袋鼠的脸还长得像鼠嘛。但龙猫和鼠实在也隔得太远了不？龙猫不是圆的吗？长得像的都不行。我只怕老鼠，其他都不怕。好了，moment了。来吧，朋友们，来吧，请坐吧。哎，那谁按了？啊？谁按了？我都没拿那些。红黑游戏，我忘了。红黑游戏怎么玩的来着？你忘了吗？上次大辩论你在吗？哦，不在，我不在。你没在，我的妈呀，程磊。大辩那次我就是选正方反方呗。大辩论了。哪个辩论得老认真了？老认真了。他感觉一下给你拔到那儿，老精彩了哈。我来帮你说规则吧，大哥。好。又惩罚卡了。对，随便写。随便写。今天是这个写惩罚，到时候输的人要抽一个惩罚卡。哇。笑的人就要陪同这个惩罚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哈。自己写呗。哇，你疯了，哥哥！那老疼了，那个。哪个呀？哇，他要给我们做这个。对。那没抽到就没事嘛。这个巨疼。可以啊，可以啊。古纳之夹啊，一个古纳之夹，建议别输啊。哇，自己抽到的话会很糟糕的呀。自己抽到会很糟糕的呀。我写这个自己抽到的。我好像每一次玩这个游戏，我写的这个惩罚从来没抽到过。我希望今天能抽到。好，这个游戏呢叫做平衡游戏。我们随机选出一个人来抽这个题卡，题卡上呢标有2个极限选项，对应着红牌和黑牌。黑色是与人相处，应该说我想说的；红色是与人相处，应该说他想听的。其他人来根据这个选项来选择一个，选择完后呢，由出题人亮出自己的牌，如果和出题人一样，那么就说明获胜了。然后由出题人来指定出另外那个牌的其中一个人来接受惩罚。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每个人都发2张牌。哎，谢谢。OK。谢谢。哎。那个徐志胜想了解一下颜色啊，翻过来。啥意思？翻过来。哦。这是黑，咱俩认一下。我认识红黑，红黑我认识。有一个问题，我是红绿色盲，找不到哪个是3虎，哪
哪个是腮胡？你现在说，你现在给我讲。这是红色，这是黑色。不是，今天咱们验人，每次他都问我这是绿灯还是红灯，他每次都得问我一遍。对呀。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题。黑色是与人相处，应该说我想说的；红色是与人相处，应该说他想听的。好题，标准。哇，大哥这题选得好，这好极端的人啊，哪个都不对，必须要选一个，这就是平衡游戏。然后我们现在要猜大哥的选项，要猜大哥。你也可以坚持你自己。哎，我请问一下，如果所有人都跟出题人一样，是不是出题人自己抽？那当然。 OK， 你选一下从哪里开始，从哪边开始翻，然后说明为什么。说明为什么？从第一个开始吧。那就翻了。黑色，与人相处应该说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他想听的。他就想听你想说的。我作为高情商，他见到我就想听我说话。我基本上是，就是我平时还是说自己想说的居多。这个来说，我哪知道他想听什么？我只先说了我什么，他想听不想听就再说吧。前提是自己想说。来，小雨的，你是红色。对，因为我觉得大哥应该平常工作也要接触很多陌生人，他如果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的话，其实不太适合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由红变黑才对。如果和这个人交流的话，你自己呢？你是猜他会选什么是吧？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你呢？我也是这样。这种。我也是黑的，我只是在。我经常说自己想说的，但是就是像迪哥说的那样，你要把它变成别人爱听的东西说出去就好了。但你归根到底还是要说自己想说的，因为别人想听的东西，你如果不是你想说的，你是说不好的。你会说的他特别不喜欢听，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想听。对，我是说对方想听的，因为我根本不想说话。既然要说，就说你想说的。你自己没什么想，自己没什么想说的，我啥也不想说。我是黑的，我也是觉得就是我想说的和他想听的就不冲突吧。做到了，你说的都是我们不想听的。那我就想说，对你反正我说啥你也不爱听，我想说啥说啥。就是哇，这个点我有点憋到我。对。我是红色，因为我的理解是，就是我觉得他想听的其实就是他想聊的话题嘛，所以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想看到更多不同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聊什么东西，所以我跟别人聊的时候，主动去靠近他们想聊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黑红黑红黑红黑黑红黑红黑黑红黑红黑。我是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过一点焦虑，就是事后焦虑症，没说好，感觉就是你自己没说好，但是你自己焦虑的要命，但其实别人那儿觉得没什么事，但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事儿的这种焦虑。那我如果连自己的表达能力都没有，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这个职业。对不起自己的职业，完到何老师了现在。然后他翻一张红牌呀，他对不起。话说两边。话说两边，听听另一个主持人会怎么理解。那先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主持人？我职业是设计师啊，平时给甲方做设计。那你翻红的吧，你说了别人想听的。我觉得我也是从职业角度出发，我觉得主持人永远是要说观众想听的，因为主持人想说的话要变成观众想听的话，它才有沟通的意义。还有很重要一点，我是觉得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把自己想说的话变成别人想听的话是技术含量。所以我觉得黑色是本能，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本能；红色其实是一种修行，就是说到别人心里，让别人想听，完成这个交流。这是一个完成交流的过程，所以如果想要对自己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是红色。这段吴泽林爱听吗？爱听，爱听，这是我想听的。我不出黑牌，他就不会说这些，你懂吗？说句心里话，如果你刚才不说那些的话，我的其实第一反应跟雪琴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话，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如果就是我想说的话，我说出来，被你听过去会是另外一个感觉，因为我们两个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你跟人的相处，如果你想表达自己一个态度，就做就好了。你要说的话，你就说他想听的，然后做你想为他做的。这样的话，在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人。该翻黑色了吧？应该黑的。红色的朋友，按照规律我们必赢，大哥必是红色。这个真的是这个座位。对呀，红黑。来听一下丁程鑫怎么说。其实我之前从最开始，我其实就是黑的那种，就是与别人相处说他想听的那种。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会有点累，因为会考虑的太多。后面我就是黑的这种，但是我会加一句你觉得呢？就是我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了，我会说，哎，那你觉得呢？像我刚才那种就是绝对错误示范，把台阶都堵死了那种。我没有问另外一个主持人你觉得呢？就堵上职业生涯了。这是我作为这个职业应该做的。黑色，主持人就应该说别人想听。我这有点厉害了，红黑。大哥，红黑。怎么说？我其实跟雪琴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说的东西，我可能未必就是有那么大的表达欲。对，就是尤其是在与人相处的这过程中，可能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能相处得来，可能不需要说太多，就能相处得来。那我还不如就是说，等我想说的时候，我一定挑着我想说给他听，并不是要骗他，而是我知道，哎，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但我说给你听，你也是认可的。这样你又喜欢听，我也想说，这个时候这个是刚好是一个 match 的一个状态。对，那你不黑的吗？对啊，说自己红的呀。那我想说，如果他不想听的，我可能他就不说了。他说出来的就是他想。对。然后也不想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平常自己话也不多，就是平常也不太想说话，不太想就是说很多那种有的没的，反正。来吧，选一个。来吧，黑牌的人，你想抽吗？抽比较好玩吧？那你就捂他眼睛啊。啊？我捂眼睛，来，你不能，你也是这玩意儿，当事人，全程不指自己，没指过自己。我来，我一定不会选你啊，我只选黑色的，好不好？对，只能选黑色。OK， 好，来喽，安静了，他来不来？不来。他来不来？不来。他来不来？给我狠狠的罚！给我狠狠的罚！谁啊？这是？不一定是哪个，不一定，也许有好的惩罚。好的惩罚吗？你自己洗完了之后抽一个。狗大指甲我来夹。没看到过吗？狗大指甲，我要抽到狗大指甲，我就打车走了，真的。有什么东西？他给你做这个。娜扎的一个甲，我们管它叫古纳指甲。那个巨疼。哦，找一个人当驾驶员，你模仿3种动物，这个是啥意思？我没弄明白，就是你骑我是吗？就是你找一个人骑你，然后你要3种。不一定是骑驾动物，有可能是什么动物？我也需要盲抽。驾驶员，我现在要盲抽驾驶员。可以啊。那你自己蒙上哈。那他驾驶员随便指。他骑吗？他不骑。他骑吗？他不骑。他骑吗？他骑。啊，不用骑了，去骑吧。你可以直接演，就是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你不要介绍，你要演，你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好吗？你骑上了。这也太普通了吧？就是4个脚。你们要猜是吗？这是动物啊！等一下，是摩托还是马？这他妈，你还拧油门了！我是白龙马，提槽蟹。你演之前你得跟我说一下吧，你不能让我猜吧？我哪知道你演的怎么样？好，第2个是，好，来，别拧油门了。哇！这是老虎。哇！狼。龙。哇！狮子。
你应该让他自己演，加上我感觉没。我也觉得。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开始了。啊，这个秀。对。一个这个秀。对。演得很烂。没有，我想笑了，但我没笑，因为你乱叫的时候想笑。OK， 好，那下面的题目就有，好，翻过来。阶段性陪伴是成长的惩罚，阶段性陪伴是人生的奖励。哦，你先说下颜色，哪个是哪个啊？黑色的是惩罚，红色的是奖励。哇，这题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也觉得不难啊。快点，刘宇。对晴子来说，这好难。我有点难。对晴子来说，我觉得不难都是一个答案。对，觉得不难的人可能都是。主要是看他。哎，我请问一下，如果所有人都跟出题人一样，是不是出题人自己抽？那当然。 OK。哇。好，来从哪里看？从晴子开始。好，来。我选红的。选的好像不乐意。因为我感觉智胜可能会选红的。你自己怎么想？我师德，我认为是惩罚，因为就是我下意识看这种，就我会认为是那种非常亲密的情谊。如果是非常亲密的情谊，对我来说是一种惩罚。就我是一个那种，就是如果我知道终将失去，我会选择一开始就不拥有的那种人。对，所以我很难接受极亲密的情谊的那种离散。 但如果是那种很散的那种泛的就无所谓。哦，你就是对陪伴的轻重看的，就是不一样。就是那种我就会很遗憾，而且我会遗憾很长时间。那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惩罚。分离。我也是选的红色。 当你从这段关系里边学到了东西，或者是你们完成了彼此之间的课题，这段关系就会结束，就是所有的关系。我已经收获了，所以我觉得是奖励。我选的是红色，因为首先我认可延安说的，然后我之前也写过一段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所有我们认为拥有的，只是那些东西给予了我们体验它的权利。 所以对于我来说，所有的关系都会是阶段性的，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其实不只是关系，包括我们得到的所有我们的收获，我们的所有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学习到的东西，其实它只是一个体验的感觉，所以不存在失去。对于我来说，惩罚并不是因为我失去它了，它是阶段性的。惩罚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把它当作那是我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是我拥有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奖励。 我选的红色，因为就像他说的，人生的体验你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拥有的情况下，当你遇到了，我觉得它就会变成缘分，变成回忆。我觉得它都算一种奖励，因为它会成为你成长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它是奖励。唉，我为制胜捉急。你觉得呢？红色。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得了，对，因为我本身觉得陪伴是一个很高级的词，因为热闹有的时候人在越热闹的时候越孤独，阶段性还能做到陪伴，我觉得那真的是意外的礼物了，因为人其实孤独是常态的，所以能够有陪伴已经是很幸运了。那不管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都是应该感恩的，所以我选的是红色。相遇即是福。OK。 Good， 相遇即是福分，拥有过就是馈赠。哇，你俩商量过了啊，上下联。你岂不是？红色，肯定是红色，肯定是红色。人生就是奖励，所以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奖励。也不一定全是奖励。我反对我。
红色。完了 ，good G O O D。等一下，听人家聊啊。先经验刘宇的。一开始我为什么说难？因为我觉得一想到这个就会想到亲情，就想到家人。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把陪伴这个词想得太自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伴你，你需要的一直陪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所以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有阶段性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你的奖励。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个词太好了，它就是奖励。你看到的陪伴不是惩罚二字对吧？是。来，你不会是黑的吧？你是黑的，你无敌，你无敌。黑的任君挑选啊。哎呀，你说。那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一样就要受惩罚，对不对？但是为了避免他一直当法官，我觉得你除了自己受惩罚，你还可以点一个人，他也要抽张惩罚卡，然后他成为下一个法官。行，来，那你先抽惩罚卡。哦，我先抽惩罚卡。你看我干嘛？先说好哪个是你的。不，你先说了，你不能看了再挑。可以看。囧哥说让我看，囧，接着，什么？我选迪哥。不是，不能这么选，因为我抽了他的五大指甲。不，选要这样子选，不能硬选，要这样。是他吗？是他吗？那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自己和自己吵架急眼，好荒唐！你先自己吵完之后到他。行，是这个吧？来开始。不，你有病吧？你选红色，你这个红绿色盲，你选红色，本身他就对不起你，你这一辈子都看不清他。你要站起来那种。还要站起来，我先站起来，我真的在吵。我说你这能认清他吗？你就选他，就是有病。人家选你也选，你舔着个脸在这里没熊事了，在这里天天的。然后你再坐下，回头吵他。对，你要一人分饰两角。不是，你就不能真实点吗？你录个节目啊！你想选红色就选红色，你一惩罚了你就觉得自己选错了。我不是因为惩罚，我是因为别人都选择了，我才觉得不能应该选。而且红色你看清了吗？你知道哪个红色哪黑色？你有病吧？我不知道红色，我知道黑色呀。那黑色我认清了不就完了吗？哎呀，我真服了！出了事你总是这样，就老舔着个脸把这个责任又往我推，我推给你啥了？别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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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你录吧，我不录了。别，好，你这样你就说让他走，对，都别管他，爱去哪去哪。走了，他走了。拜拜。来，怎么夹？什么骨夹？什么骨夹？古力娜扎？什么扎？古力娜扎夹。古娜之夹。快！我真的不爽。来吧，你就趁着你那个劲儿，急眼的劲儿啊，那应该让那个回来夹呀，这个比较 peace。没事，他夹就行了啊。你走吧。愤怒的那个。就是用力往下。不是你压那个骨头，压那个交叉别叫。咋呀？别叫，不用会死，真的会死，这么压，真的很。你教教我。压这个地方。差不多就行了啊。对。1、2、3，走。这么疼吗？疼呢，给大哥夹一个。你还夹不了进去。哇，这么疼啊！哇！哦，所以你是不是疼？他都没使劲，我觉得。对，我都没使劲，我一点劲没使。哇哦！所以说大哥，你知道我为啥抽到这个只敢选迪哥，选其他人真的会翻脸，真的会。他自己写的，他只能有苦自己吃。对。一个苦呢。迪哥，你可以愤怒的把它放回去。这张，因为这个短平快，这个惩罚，这个惩罚短平快。
最后一题抽一个，这里面你想选哪个？这个吧，来吧。啊，黑色熬夜是现代人的病，红色熬夜是现代人的营养品。怎么理解这个营养品？我都不理解这个营养品。营养品就是它打引号，可能是白天累了一天的一个恢复原力啊、元气。就是你熬夜是一种奖励，而且你熬夜你会看很多东西，然后就会吸取一些营养，类似这种吧。对。我自从看到你那个，我今天做这个题心惊胆战。说古纳之家又进去以后吗？迪克我还没选好。你觉得他选这个？别猜迪克，选自己。我不想被古纳之夹，主要是。古纳之夹太可怕了。好，我选好了，我也选好了。来吧，第一个从哪边？好了哈，从大哥这边开始看吧。我选的是病。哦 ，OK。因为我就是一个熬夜的人，我特别想把这个病治好。哎，合理。为什么熬夜呢？啊？不知道，就是想再等等。那就多么有营养。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对，自己嘴上说着不能再熬了，再熬就下面，回到家还是不睡。就是在等等，然后你自己也知道，不能熬了，已经透支了，不能再熬了，再这样下去的话，还是会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自己，我认为对我而言，这是我作为现代人给我带来的一些困扰。但是我确实也不，因为刚刚说到营养品，我确实不可否认，就是熬夜的时候，是在众多的工作中唯一一个可以让我独处的那一小块时间，可以让我自己越说越像营养品。但是我宁愿不对话，我也得不能熬啊！我在想，我就选黑了。朋克养生了有点。啊，对。好。分照片是吧？好。我肯定是营养品啊，但虽然我知道熬夜肯定不好，当然，虽然很多时候都很想抽自己，为什么还不睡？但是每当自己就工作完回到家的时候，把妆一卸，虽然化妆的时候很困，但一卸就特别精神，就觉得在一个空间自己玩会儿自己的东西，就觉得好舒服、好自在，然后觉得睡晚了比别人感觉多活了，那我就一样，多活那么一阵子，对，都感觉多享受了几个小时一样，就觉得。但你早上起来不会后悔吗？哇，昨天晚上我怎么又开始熬夜了？很后悔，但是晚上还是会接着熬，对吧？我昨天晚上一想，哎，我昨天晚上，然后就说今晚绝不熬，今晚必须早睡，直到晚上还开始。但是很多时候熬夜都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熬夜，但是他就莫名其妙的就熬过去了这个夜，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我的营养品吧。好，何老师，黑色 ，OK， 黑红。所有快乐的、对身体不好的、明知道不行、控制不了还要后悔的，都是病。我觉得是营养品。哎呦，白天的时间就是你都需要跟别人相处，你晚上那段时间是留给自己的。我就是回家坐在那儿，我都想稍微再坐一会儿。我有一次带着妆回到家以后啊，抓到一个正宗黄焖鸡，我都在想，就是已经准备要减肥了、戒碳水了，就别吃了吧，把妆一卸。我就想看看它有多正宗。哥们儿，你这只能说明黄焖鸡是营养品，跟熬夜有什么关系？不是，你是熬夜忍不住点的外卖是营养品，它就在那个点儿才香。对，就是到那个点儿。对，就那个点儿，饿得要命了。我觉得快乐的就是营养品，那种情绪就是啊。其实就是快乐的，但罪恶的嘛。对，但是就后悔的。对，快乐的。我支持何老师。快乐的是营养品还是病？我不做定论，但是何老师说的很对点，就是它不是你自主选择的，它是你被迫的。这个我看这个题，它有一个现代人，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被迫我们做出了熬夜这个选择，是因为我们白天不停的在工作，不停的在接触很多的人。我们不停地接触很多人之后，晚上我只有这点时间，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时间去熬夜。但如果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慢一点，我们有别的更多的选择，可能很多人就不会选择熬夜了。既然你知道它不对，但你做出了选择，那说明它不受你的控制，不受你控制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病。OK。
我也是选的红色。我自己做的选择是，我想跟迪哥一样。对，其实我也是支持黑色的，对，但我选了红色。就是你刚刚说的，我认同一半。我觉得是你的原因是觉得说有其他的一些不可控原因导致我们选择熬夜，但我觉得这个选择它是可以前置的。就我可以在白天我就选择做自己，就是我就在这个当下我就选择最快乐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最自在的状态。他的意思是在白天率真做自己的人，也可能还是会熬夜。对，他白天并没有缺失做自己的时间，但他晚上还是不睡会熬夜。对，因为现在有太多晚上可以做的事儿了。对 ，OK， 好，雪琴，黑，我的天！我现在就困了，我觉得是病，我现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营养，我老困了现在。睡觉是最大的营养。对。睡眠是最好的营养品，对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我也是黑哦，因为我很喜欢早上6点半到8点半这2个小时，就是我有时候熬夜可能只睡2个小时，但是我在这中间醒来，我一定会享受这段时间。但是我发现困扰我没法享受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熬夜。刚刚大家说没空做自己，我发现我晚上做那个自己，有时候还会带点罪恶感和带点就是你睡不着觉的那种焦急。但是你早上那段时间，那你就熬到早上6点半到8点。不是，他说如果你早点睡，然后早点起，就是如果说有一长段时间能够让我调整作息的话，我就会有那么几天是6点半到8点半之间起床的，就会很开心，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人生。哎，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有时候出国，到了国外之后就会有时差嘛，就到国外之后就会经常看到早晨，对你这个点会自动醒过来，对，凌晨5点半6点钟醒过来，然后还倍儿精神，对，哇，那感觉倍儿棒，对，人生也多了很长时间，一天很长，对，一天很长，哇，那感觉太棒了，太棒了，那感觉太。然后到晚上10点多困了，睡觉，那个时差感真的太美好。美好，真美好，我很。但是下午3、4点的时候，真的是想绝望，救命！好，小雨是黑色。哦，因为我觉得熬夜本质它就是，不管是不是现代人，它都是一个病。古风的也是。古风小子告诉你，古人也认为是病。古风小生说熬夜就是病。那请问一直吹风呢？吹风也是一种病，是热，吹风是热。好，我觉得不熬夜对身体更营养。确实，这是真的是真中之中，这是最直白的方式。对。哎，迪哥接着嘴，迪哥。我自己做的选择是，我想跟迪哥一样，黑色。好样的，迪哥！你换了？我真没换，我就是黑色。我不喜欢熬夜。迪哥不喜欢熬夜。我不喜欢熬夜，我更痛恨通宵。白天最好了，其实是。而且我本身睡眠就好，所以我可以睡很短，然后享受有一整个白天，时间已经比别人长了。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你就睡前你可能有一些独处时间，但是我也不会熬下去，就是差不多我就睡了。我也没有那么多要思考的事儿，而且我睡觉本来一下就能睡着嘛。如果你熬穿了，你很痛苦的，那种至暗时刻很恐怖，尤其是你熬到早上，你看到天亮了，天是亮了，但你的精气神很差的那一刻，很绝望。对，你看到那个光从外面已经照进来了，对，然后你一看手机就耍通了，5点了，所以我不喜欢熬夜，对。而且晚上的时间巨快，对，你觉不觉得12点到3点这个时间是不存在的？好像没有2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晚上2点，没有2点。就你1点多之前睡了就睡了，如果你1点多没睡，瞬间就到3点。但你3点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也很容易错过。对，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基本就是6点。4点半5点了，对。那个太可怕了。好，来第一个选一个人。红的了，那就是。对呀。你是黑的。那选一个人和智胜一起。不行，他我看红的是谁啊？3个。小丁。哦，你们仨啊？闭眼。那闭眼呗。好吧，我来帮你举。没事，我绝对没看。他抽不抽？
泽林瘦不瘦？泽林瘦不瘦？等一下，对，小丁来。啊，重来。不行，因为你是当事人。3、2、1，你是当事人，让大哥帮你写吧。对，让大哥说。他受不受惩罚？就他了，不纠结，就他。怀疑有暗语哈，怀疑。偷鸡不成蚀把米。就他。再来2张，加油！一个古代指甲。我不想被古代指甲夹。这都能抽出来。有一说一，他不好夹哦，他手很大，来，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夹动它。他能对抗你。不是，差不多哈，我也温柔一点。我使劲往外撑呢，可以啊，吗？你不用，我往里拉点儿。我使劲往外撑。别往外撑了，我来了。你好硬啊！软一点。我使劲往外撑。太硬了，我手。迪哥只选其中几根捏。3、2、1。哇！可以忍受啊！哇！你看他的手吗？他的手就是很有力的。我都听到他骨头响。我也听到了，我可以忍受。这么能忍，这是个能吃苦的人。妍没事哈，真的疼，手已经在抖了。没事。还好，我真还好。那你真的很厉害，那你真的，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个骨弹指甲能扛住的人。哦。好，我们进屋吧，好不好？走。我觉得这好玩，这个可以留着下次再玩。对，好。我好像被蚊子咬了。我被咬惨了。啊？没有咬我，可能是因为你帮我挡住了。来吧。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才能爱我？我坐你边上。朋友们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每人会抽到一张这个恐惧症。抽完之后，你要在右下角写一下你认为这个恐惧症是谁的，然后我们就依次来猜。猜完之后呢，然后由真正写的这个人来认领，他就要描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恐惧症。好，然后我们就以此类推。全部猜完之后呢，我们用3、2、1指的方式指出一个最需要脱敏恐惧症的人，并且在现场实现脱敏。哦，这个好啊，我这个可好解决了。怎么多一张啊？为什么会多一张呢？有人是空的吗？我写了2个。行，我拿2。行，因为我抽到我自己了，我把这个先放下，然后我猜这个呗。要不先讲你的开个头？对，你把你自己的开个头。可以啊。我有不秒回恐惧症。啥叫不秒回恐惧症？别人不回你。对，比如说我新认识的这个朋友，然后我想约他一起打游戏也好，或者是吃饭也好，我们前面有聊过天，他都是秒回的。然后我突然说，哎，那我们下次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突然就不秒回了，然后开始回表情包啊，然后就是那种，我心里就会很焦虑，极其焦虑。就是那种本来秒回的人不秒回你就焦虑，人家不能有点事儿啊。对呀。你总觉得你就是一说到有正事儿的时候，他就不秒回啊。对，就这种。那他应该就是不想回你。解决不了，你换个朋友交。你还有一个，最后再讲吧，这样一圈。行，可以啊。下面到谁？先，你先猜这个人是谁的。视频电话恐惧症。视频电话就是突然之间给你打视频过来。对。你觉得这是谁写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哥，这是你写的吗？不是我会直接选择不接，完全不恐惧，完全不怕。有没有重复的？有没有拿同样卡的？这有一个，我有电话恐惧症，应该跟那个差不多，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对，那个我认识字迹。李雪琴，亲眼看着我写的，肯定是你。你就是不喜欢打电话。对，我跟你一样。对，赞。
就那种突然就打电话，马上就要你当下给反应。如果突然打，我其实都会有点突然打电话，是不是就感觉出事儿了？对，好害怕突然有人打电话。我没有，我都不是这么轻，我是咱俩今天约打电话，我也是害怕的。就你跟我说今天晚上7点钟咱俩打个电话，我是完蛋了。一天都想这事儿。对，我绝对不会打这个电话的。那他比如他直接给你打你，我不会接的。不会接的，不可能接的，秒挂。我除非我判断出他是外卖，我 OK。有很多那种人，就是说，哎，你一会儿有空吗？咱俩打个电话。哎呀，那我也哎呀。哎呀，这句话好可怕。对，我给大家打电话，我有，他也不跟你说什么，对，跟你商量，他什么都不说。对，其实我生活里面我会把那个事儿带上去，比如我会给泽林说，泽林，我想选一个鼠标，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们玩点，你这种就好很多。我觉得要这么说，你告诉人家心里有个数。你不能光问人家有没有空，能不能打电话，太恐怖了。对呀，你不说啥事儿，我咋能决定我在不在呢？就是，这个事儿决定我们在不在。对呀。我的是我有在吗恐惧症，在吗？太讨厌了。然后我写的丁程鑫啊，这说到自己了。我这个太可怕了，对。我觉得很可怕了，就突然有个人只发2个字在吗？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啊？我说我到底要现在回他，还是过一会儿回他？我是怎么了？怎么会不在了呢？对吧？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句话。尤其是那种你晚上9点下班，看到一个下午4点给你的留言，在吗？后面再也没说任何一句话，就在吗？一个问号，这好吓人。你就回一个不在。真的不能问在吗？这是个社交礼仪，其实。我妈就会，你妈还问你在吗？在忙吗？对啊，在忙吗？跟在吗完全不一样。在忙吗？2个事儿。对。我问你在忙吗？和在忙。他先问你在吗，然后说一会儿打个电话怎么？我一般是直接 call 过去，视频电话打过去，让他产生另一个恐惧。OK， 好，你呢？我的是组局家人恐惧症，就是朋友自己又带了他的朋友来。哦。迪哥，迪哥在这上吃尽苦头。我都不用写，就是迪哥。是我，哎呀，因为我们的局都那严谨的都是桌游该几个人，约了你玩桌游进来以后，哎，这是我朋友小王，谁呀？记不住那么多人了已经。我遇到最气人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今天约好，打个比方，我们3个去哪儿爬山哈。然后你们在你们的群里说，我们明天去爬山。你们还有个朋友说他一起去，最后你俩没来，我跟那个朋友爬的。啊！我遇到过这种事儿，我跟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我后来跟他玩熟了那一天。那不也挺好吗？阶段性陪伴，阶段性陪伴是对你的奖励。爬完这一段。就是12人的血染钟楼的板子是非常难盘的。来了14个人，你受得了？我被迫成长，我盘了一个12人的板子，那天玩得特别开心，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行。这一点我要说，如果是迪哥在何老师家碰到他那样的事情，你一定接受不了。我还是得说何老师的包容性太强了，因为血染钟楼的那个不同板子的规则，你要重新讲、重新理解，而且要对一个连狼人杀都不会玩的新手讲血染钟楼的全部规则，耐心讲完之后，再让他参与游戏，带入角色玩，其实是很恐怖的这种。迪哥，好，这个是我猜哈，何老师。哦，我有什么呀？我有人群恐惧症。何老师，绝对是何老师。这个人群恐惧症怎么理解呢？就是那种景点吗？还是说就是外面有很多人？那现在咱们这些算人群吗？这不算人群。巡演人多，好不好？太多了，今天巡演来了，我擦了！我从台下一下，哇，这么多人，走了。哇，来6个就可以了。就是在外面吧。开了金商票卖6个，也有空座恐惧症。
这个确实是我写的，但是我不是怕这种，包括话剧啊什么人多我都不怕。我的意思就是在工作当中，一下子要服务特别多的人群，且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就会特别的慌乱。所以我很佩服，比如说像迪哥、嘉哥，他们就属于那种在人群当中特别游刃有余，可以有不停的梗，然后不停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厉害。我这个方面就确实不太行。明白。人一多，我就会觉得我照顾不了这个，照顾不了那个，照顾了这个，我照顾不了那个，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会散。我们也是修炼出来的，因为爬山戴口罩太闷了。下一个来，我有物品耗尽恐惧症，我写的是大哥。大哥，物品耗尽，就是马上要用完了啊，洗面奶挤到最后一点了，这多爽啊！终于用完了，我也是，爽死人！我觉得空瓶真的物有所值，用干干净净。空瓶好爽。我有那种还没耗尽被人家扔了，我要疯了。金牛座丢了什么东西找回来，那就赚大了的。电量耗尽有可能。我没有，很痛苦，但是自己我晚上不充电，我5%出门，我也是。我觉得像剩的。是你吧？不是人家说中了你就说。不是我。哦，不是你不能说。我这有何老师恐惧症。这事儿应该是这事儿。这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发现当我家里有一个东西快要用完的时候，我就会不舍得用它啊。比如说垃圾袋，我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要去该买新的垃圾袋了，不扔垃圾了。对，就是我接下来每一个垃圾袋，我给它用到极致，是不是就是抠啊？不是抠，就是这样。对，这不是每个垃圾袋都应该接受到的待遇吗？又比如我前一段时间我台灯陪了我5年的台灯，突然之间它就是也不是坏了，它就寿终正寝了。我当时就很伤心，你知道吗？我也不开灯，我就坐在那个屋子里待着，然后我就突然脑子里又在过这个台灯陪我度过的那些岁月。你这是练就加节俭，这是很好的呀，是吧？你又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闪光点。哎呀，又被人知道了。全是闪光点，到处闪光了你。虽然台灯不亮，但我今天闪发光，全是闪光点。下一个，来，好。我有不接茬恐惧症。不接茬？哎，你这跟那个不秒回很像。延安。哎。延安。应该是延安。不接茬啥意思？谁不接茬？就是我以前看到说，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对人，你可以选择不做反应，或者是我不去回应、不解释，其实是一种能力。但是我以前是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的，真的是在学校里边会老师上课，他上面讲一句，我下面讲一句的这种。那是老师有恐惧症。他恐不恐惧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本能的。你怕没人接老师话？对，这可以不接的。我怕老师没有捧哏，入错行了，老铁。而且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可以不说话，我甚至会我一定要反应，我一定要给出一个反应。啊，你怕对方的情绪掉地上。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没掉地上，他越来越生气了。然后台上甚至有时候老师他说了动情了，他就是骂我们骂的动情了，自己哭了。我在下边，老师会不会觉得你在阴阳他呀？人家老上面哭，你在上面哭，延安在下面。会有的，我觉得会有的。那我理解他这个，因为我有时候会那种看类似于表演。对，因为我们作为表演者，我们都懂。你在台上演的时候，突然对视到一个观众在底下，你心里面，完了，我哪儿不对？我演的哪儿不对？对吧？最怕这种了。演话剧的时候，就是全场的观众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直在看手机。
2个小时的话剧吧，就我在场的时间，他大概80%都在看，而且他不是亮一会儿那个，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明显，就所有人都是暗的，只有他那个光打着脸，哇！而且他那个位置非常的好，可能有急事儿，人家问在吗？不行，我一般这种直接飞行模式了。那你真有急事儿咋办呀？我飞行模式我哪知道我事儿急不急就不知道了。你先自己隔绝掉，我真的一定要有给自己这种时间。一个是这个，另外我就觉得他旁边的人挺受罪的，对，受罪的。对，因为你旁边的那个手机的量一定会一样，因为我在台上都看见。我跟我同事去看电影，他们处理我的工作，我都说别管，别管。对，我是这种。对，会影响到旁边观影的人。是的。我最近发现，就是在电影院吃爆米花，有点影响别人。但是电影院他又卖爆米花。我会选电影。我就选错了一个电影。因为我甚至认为我没有选错电影，我看那个电影叫《玩具总动员》，那绝对可以吃。哎呀，我那天去，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我那个场子里全是家长带着小孩儿。按理说我说哎呀太好了，挺热闹，热闹闹闹一起看呗，我也不怕小孩，小孩高兴，我吃点爆米花。等我发现电影一开始，所有的小孩严肃以待，看得老认真了，就我一个人在那吃爆米花，我一个爆米花进去，嘎巴嘎巴一声，而且我刚吃一个，我旁边那小男孩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挪了一个座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寻思是个热闹电影，我觉得吃点爆米花行，但我发现小孩对这个非常认真，全场全是小孩，没有一个叫喊的，真是老沉浸的在观影。后来我就不吃了。我跟你讲，不能吃味儿太大的，不是我遇到过那种吃了那个蒜香味儿的什么鸡翅还是那完了。然后我那次看的是那个魔兽世界，那个半兽人一张嘴，我闻到一股蒜味儿，真的5D，他那个然后哇好大股蒜味儿，就。他不叫你应该听。好写实，都结合在一起。那你会一个人去看电影？我去一个人去看电影。我也会啊，我也会啊。我也会。我也可以。就我不太会，我得朋友一起。对，但我看电影的时候也不会说跟别人聊天或者讨论，我是自己完全是跟没有那个人存在一样的，就是完全是自己在看。但你就需要一起去。但是我就是可能人生中很少有这种一个人去。我其实都可以，我出门一个人看电影，出门一个人旅行我都可以，但我的朋友们不允许，他们会觉得你好可怜。其实没事。大哥，我这个挺特别的，我这个有午睡醒后恐惧症啊。其实这个挺吓人的，就是中午睡个午觉，一醒来天傍晚了，起来之后你就会有那种莫名的恐惧，被抛弃的感觉，被笼罩的感觉，恍如隔世。对对对，至暗时刻，一天都没了。对，真的，我 K 不到，我觉得午睡醒了不是很爽吗？那老爽了，好爽，爽飞了，哇，多幸福啊！那我这个午睡是谁呢？是我。你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一下子到了6、7点害怕？对，如果我这一天的时间，我中午真的是困到睡着了，然后我再醒来，这个天还不是完全黑，它是黑到那种发蓝的，蓝调时刻。眼睛看到那个蓝，你会想到忧郁，你想到不开心，然后你再把手机打开，那个时候人还懵懵的，手机一看一条信息都没有。你被全世界抛弃哎，有时候会有这种说，哎，没有人找我吗？特别 emo。我是完全相反的感觉，特别 emo。我是那种我一定点睡到6点，太好了，直接吃晚饭了，我老高兴了。我也是。耶，我也是。没人找我，爽翻了，没人找我。我觉得老幸福了，睡一大觉。对，我以为恐惧的是说白天浪费掉了，也有。但那个天气自然就会让人有一点不开心。是的。但你们节假日，比如说第二天没事，你们第二天早上起床会定闹钟吗？不会啊，当然不会。我会。为啥？因为要起来玩啊。对。你一定要定闹钟啊。对。去哪里玩？
就哪怕你只是在房间里面玩，你也要定闹钟。玩游戏啥都行。对，早上看电影，你不管你哪怕起来看个电影，起来干嘛，看个剧，你都得打扫卫生都行。你自然醒了玩多好呀！因为自然醒极其可能是中午1点。那就中午1点自己玩啊。觉得浪费了。不行，那半天就没了。觉得浪费了。休息日定闹钟起来玩，一定要定闹钟，太棒了，太棒了。主要我从来没睡过12点过，我多晚睡我都11点以前会醒。那是你没有这种困扰。好，来，雪琴是啥？我这个人有出行恐惧症。哦，出远门还是出家门啊？出行的话，应该就是出远门，因为不然不就出门了吗？上楼下丢垃圾肯定不算出行。出行，大哥，在这儿。大哥呀，出行恐惧是怕粉丝跟的那种吗？没有，其实我的恐惧症，这些恐惧症大部分都，我觉得都基本上已经治好了。就是这个是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出行恐惧症。怎么的呢？就是出远门，我觉得从前一晚收行李到路程，遇到人，遇到就是工作也好，我还以为是自己只是觉得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我觉得出行对我来说有压力了，或者比如说出行不方便啊什么的，这些有压力了。后来发现我出国出去旅行要坐长途飞机，我也有压力。啊？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被困住了，就那种感觉。困飞机里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掺杂在起来。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还有一个恐惧症，本来想写的，我之前有录综艺恐惧症。啊？这个我知道。我只要说有人跟我说今天我要是录个综艺，我就得焦虑了。我不想录，但是确实是在好六把我这个病给治好了。哇，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这个我知道，对。还有吗？卡片。我之前一直担心我的毛发健康问题，但大家可以微信搜雍和毛发健康智能体小程序，拍张照脱发问题全知道，拍张照发现你的头脸美学。哎，那话又说回来，我们要帮谁来治疗这个恐惧症呢？吓我一跳，我以为要帮谁治疗脱发，你往我的。能治疗吗？咋治疗啊？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们指向你，就逼你现在打个电话出去。如果出行恐惧症，就逼你明天好六不录了去旅游。我知道怎么办了。我们找志胜要地址，我们每个人给他买一包那个垃圾袋。哦，可以，行，他的恐惧就解决了。太好了。那我觉得他会更舍不得用。就这是大家送我的，这个得留到后面过年用。你知道，节目组还怕，比如说有人有那种黑暗恐惧症，就是想说那个弟弟他们录那个密室啊，害怕什么，还准备了一个小黑屋呢。结果我们没有人黑暗有恐惧症。我倒是有，我也是。我倒是也有，我不敢写。那不想靠这么治愈，以毒攻毒不想。我一直觉得克服恐惧的方式不是去让他经历恐惧，对，是避免。我可以选择开灯。对，就好像你有那种朋友吗？就是你去游乐园之前说100遍我不要坐过山车，对，硬把它弄上去，他硬把你弄上去，真的不好，真的不好，真的很烦，我也生气。你不知道有多好玩，你坐上去就知道有多好玩了。我。但我跟我朋友去，就是他们去非洲，然后要坐热气球，但是他因为配重问题必须要双人，就差我一个，他们所有人都要去。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们拉路人去。对，他们说但是没有你就不完整。然后我第一个给了我灵感，我说我在上面会发疯，你们这趟旅程会完蛋的，我会在上面撕每个人的头发。然后他们没让我去。对，我现在最大的恐惧是被投了1对1。哦，真的吗？已经投完了？没有啊，投啊。现在投是吗 ？Let's go。现在就随便投了，今天就。就是你想要听2个人去到外面去1对1哦，看是谁。谁呢？每天就抄吴德林的答案。我也想讲。
每天就抄吴德林答案。刚才那提问我就抄吴德林，吴德林在那写你最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我说啊，我说行，我说那我抄一个。我说你最近那个喝醉是因为什么？完了，一打开就我俩是这种问题。吴德林，你和何老师和汪涵哪个更有默契？迪哥，你录过最一般的节目是？那个指定是延期吧？不是我，真不是你，真不是你吗？到现在都没有揭晓哎，真不是我，不用揭晓了吧？不用揭晓了。好，来喽，归票啦！放票，何老师大哥，哎呦，大哥刘宇，迪哥胜子，哎呀，何老师大哥，何老师大哥，谁呀？这么多，都抄的一个人的，反正。自胜刘宇，大哥囧哥，我们最高，我俩最高是不是？是，目前是你俩最高，4个。你的恐惧达到了，你们真的是。你和何老师去1对1，请。何老师是不是还没1对1过？不有，他跟嘉哥1对1个。对呀。你们去吧。1对1。没事，走，那我跟大哥去喽。好，走。唠。你想坐哪儿？我都行，都坐这吧。好，那我坐这儿。哎呀，今天就是你带我来参观的，结果就咱俩唠的。而且我都跟他们说过，我曾经聊过了，但我确实是这一季是第2次聊。哎呀，聊啥呢？这个一下突然确实是有点。我刚才本来想说，我还有一个恐惧症，是访谈恐惧症。但是我问别人还可以，就这种1对1什么谈心，我从小就很害怕谈心，因为我很佩服那种谈心能谈很久的人，而且能谈到点子上。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天赋的。但是我觉得我慢慢的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在退化，就是我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渴望越来越少。所以我宁愿踏踏实实的，就是陪伴，给予一些小事情的一些小的照顾，我觉得都比一直在输出好。所以我就是特别少去做这些事情。就这几年啊，当然这个就是像你做剧宣也好，或者你避免不了，因为你必须要跟人群在一起。你比如说，不管是扫楼也好啊，跑宣传也好，你必须要到人多的地方，而你又必须要表达出你的热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也能够理解到，像我们这种不想随便输出的一种困惑，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跟你能够秒懂的。让我安安静静坐在这10分钟，跟你坐在这看着万能，可以，我也一点不会难受。我觉得真正的舒服的朋友，就是不需要聊天，就不聊天也不会难受。对，就是不是要硬说。而且何老师，你刚刚说的那个，我太有深有感触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来好六这么长时间，我从最初我20岁出头那我第一次来，对于录综艺的那种恐惧，我可能不太能够在一个新的集体里面，我突然融入进去，我觉得那种对我来说是压力。但到了好六以后，其实判若两人。对，说实话是何老师，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你刚刚虽然说到说我们的视野可能就这么多，有时候不想说太多，但是有时候往往是因为你跟我说了一些，或者说是我们私下里想聊天，是让我感受到，其实很多事情我没有必要这么恐惧的。这是你是有能量的嘛？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多，就像你刚刚说的，不是说一定要说的，有时候真的是做了什么。哎，对，就在我们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就能感受到你做了什么，感受到好六团做了什么，感受到整个节目组做了什么，所以我才会来录节目，不管自己平常拍完戏怎么样，都得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不喜欢，就是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可以选择，比如说在我可控的小范围内，我就不要去一个我不可控的大范围。慢慢的，我就给自己一种暗示，就是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就像你今天做的话，重心慢慢的偏向于先选做演员。是。如果未来你只能做一个职业，你选歌手还是演员？
我应该会选演员。我现在其实已经做歌手的频率没有做演员的时间多了。对。因为我觉得你做歌手是很发光，也很有魅力的。包括其实拍戏也很费体力，拍戏比唱歌更难，因为拍戏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力工作。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就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因素更多一点，但是你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找到了自洽，且我觉得有可能反而是因为在歌手的那个部分，你自己决定的东西要更多，所以你会更谨慎，是，你会觉得更累，是。因为那个是完完全全代表你谭健次个人的你的审美、你的品控，但是你依然是在做，只是说你会更加谨慎一点。我不会说，就很随随便便的说，我今年抽空做一张专辑。对，做歌手确实，它更耗我的精力，更耗我的神。我觉得就像你刚说，我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跨年的时候，我很喜欢你那套红色的衣服。然后你依然就提出你说还可以更好，可能这首歌的首唱它就是这套衣服，它是要辅助你的表演，同时也塑造你的形象的。是，就总觉得自己还能更好，还可以更好，总会有一些遗憾，每次都会有一些遗憾。你觉得咱俩要改变吗？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能改变，我觉得我把自己绷得太紧了，就在这方面。其实今天有一道题，不是有一道题没选吗？我看到以后，我当时还咯噔了一下，我说哇，这道题情绪稳定，对，这个是情绪的，情绪稳定，情绪稳定是极致的追求，情绪稳定是压抑的枷锁。我认为它是压抑的枷锁。是什么让你不能够有所波动呢？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就是好像，这么多年不能接受自己的失控，对，缺点和失控，这些年吧。但我非常清楚，人是不能情绪太稳定的，人是需要有情绪的变化，不然就拿演戏来举例子，如果一个情绪稳定的一个角色，他是不好看的。我觉得情绪的波动，不见得就是失控的表现。别人的期待也好，或者是你希望每一步都很稳，但是它这里面都有情绪波动的容错空间，甚至这个可能加大一些更多你的魅力，就是因为当你情绪更松弛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劲儿出来，而这个劲儿无论对于饰演角色也好，还包括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好，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是，我试着在调整自己，对，让自己松弛下来。我可能很多时候把自己的很多情绪宣泄都放在角色里啊，或者放在戏里，可能我会代替，成为自己的一种代替品。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在拍戏演一个角色，我的时候我好像还挺自在的。那我只要成为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有点六神无主，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好像就是变成一个无聊的人了。哇，我一模一样，我就是只要休息，我就不知道要干嘛。我居然没有一点激进的爱好，就是疯狂的，没有色彩啊，或者说是不顾一切的、很热烈的，除了工作以外的东西。我觉得好失败啊！突然就觉得那种不是失败，但是有一点可惜，因为正是最好的年纪，好像自己把自己的感官都用在了那些地方，而没有用在。这个是对的呀，因为你专注于事业和工作，只是你意识到了这个的话，我们就调整嘛。所以我要调整，我觉得我要调整。虽然不见得我们能够做到，但是我们都可以。但起码有意识。对，我们俩一起慢慢的改变吧，我觉得真的。我们在这边休息片刻吗，朋友们？休息片刻吗？咱那边有充电器不，亲子？那儿是不是？看那边有充电宝。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我觉得最牛的一个东西，家里就应该太周到了。其实可以散去了是吗？结束了吧，对吧？我们散去了。回了，我的假发把我勒死了。明天见了。明天见。你这还假发呢？看不出来吧？老真了。
不是啊，我不想做头发，这个假发一扣就好了。那你不勒得慌吗？勒不就勒这么一会儿吗？你也不会。那你头真小，你那戴着假发还这么小。嗯。哎呀，我这样回去，我今天又不用洗头，我明天再洗就行。哎呦啊，哥们儿，你这是不是头小的好处啊？我头其实不小，我头小，我是脸小，头一般。头包脸。也能说吧？真的，你头还是小的，你戴这么大假发，你才真小个头。你一会儿看身上，剩子啊，你看刘宇头发，他戴假发头还这么小。但你的头发，哇，我好想掌握这个技术。对啊，他头好。你把我那假发使我。不行，我头太大了。对，头大的不行，头大的再加个盖儿更大了。你把头发贴紧就行了。不行，他在戴着假发像安了个头上。对，不行，我们不行。拜拜，睡觉了。穿鞋走。对哦，还有鞋。还有鞋呢。走了。我车也来了，朋友们，拜拜。来吧，我们写下此刻的感受吧。嗯。我写的是：亲爱的大哥，向鲜活而热烈的你问好，我们都需要一点改变，一点就好。我写的是：最爱的何老师。面对你，我总是好像显得不太会表达，但今天我明白了，其实我就是更喜欢听你讲故事。耶！好，我估计我们聊了可能不止10分钟。10分钟一聊起来肯定是不够的。是啊。不止10分钟吧？你澡都洗完了？不止，我都正要去洗了，但是正好你们出来了。大哥，你在哪儿？刚卖完西瓜出来。太热了，主要是。这把蒲扇给你搭到，简直。撤吧，朋友们。行。走了，朋友们。拜拜，何老师，拜拜。那我们就去洗澡了，洗漱了。好了，晚安了，拜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上微博搜索我们的宿舍熟人局，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